大家好，我是小麦，非常高兴跟大家见面。那这也是我第一次用这样的方式跟大家分享我的马拉松训练过程跟重点。那因为也是第一次，所以如果当中有不足的地方跟欠考虑的地方，也请大家多多包涵。那今天的内容主要是讲解我这一年当中如何是从一个大胖子，然后经过一年的马拉松训练，从一个完全不会跑步的人，达到台北马 Sub 251的这样子的一个结果。那也正因为在台北马跟博哥一起录的那个影片，那在台北马之后，也是陆陆续续有非常多的跑友通过各种各样的渠道来找到我，问我说是在这一年过程中是怎么训练的。那这也是我今天准备这个影片的初衷。那与此同时，我也开了我自己的 YouTube 频道，叫做小麦慢慢跑。那也希望大家可以订阅，未来我也会陆陆续续分享我自己的训练过程、课表，然后以及一些心得体会。那同时有我的 Strava 以及 IG 的QR code 在下面，大家有兴趣的话也可以追踪。我先简单介绍一下我的背景。在2023年10月的时候，当时我的体重是达到85公斤以上，然后是体脂是34%以上。那也正因为如此，那个时候的我，因为我的身高是169公分，当时我的身体开始陆陆续续产生了各种各样的问题，不管是心血管的问题，还是免疫相关的问题，因此我在那个时候开始决定要减肥瘦身。那其实花了2个月的时间，我就已经从85公斤减到68公斤了。那整个过程是如何进行的，今天就不赘述。如果大家对于这瘦身这一块有想要了解的话，也可以在下面留言，我另外再做影片跟大家分享。在12月之后，我就开始跑步。那个时候的跑步的量也大概是5公里到10公里中间，完全没有想象过半马或全马。那也要感谢嘟嘟 man，因为他们的影片通过6个月的训练，竟然完成了人生的出全马，也是让我觉得非常的励志。那也与此同时，我也就想试看看，我有没有这个可能性，有没有这个机会。也因此呢，我就开始陆陆续续报了很多的赛事，并且展开了自己的马拉松训练。主要的话其实是2场半马赛事以及2场全马赛事。那在2024年4月的时候，国家地理马拉松，我就以1小时40分钟35秒的成绩完成了我的比赛，但是当时的体感是非常非常痛苦，从10公里开始就已经要死要活了。那在经过一整个夏训之后呢，在2024年9月 Garmin Run，我是以非常轻松的体感完成了1小时38分18秒这样子的一个成绩。在经过了1个多月的训练之后，我的第一场全马就是长荣航空马拉松，那它实际上是按照我预期的目标，最后是以3小时14分35秒完成了比赛。在经过6个礼拜的训练之后，也因为气温的关系，我在台北马是以晶片时间2小时51分42秒完成了台北马的这样子的一个比赛。那在整个过程当中，我到底自己认为训练的重点，以及对我比较有效率的训练内容，还有恢复跟比赛中间的一些注意要点有哪些，这就是我今天主要的一个内容。这就是我今天所有的内容的一个概要。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直接截图，未来可以直接看这一页就好。那今天的内容会比较枯燥，内容也不会是一个完全没有跑过的初跑者如何去设计课表这样的一个内容，而是你可能已经是一个有一定马拉松训练的基础。我通过这一年的这个调整是如何让我觉得训练更有效率的这样子的一个内容。OK，那我们就开始正题。首先，训练的重点会分6个部分，那恢复跟比赛实际上也非常的重要，那也各分了2点，那会在我下面的内容当中跟大家讲解。第一点，其实训练重点是我觉得对成绩改变非常有效的这样的一点。那其实这就是国歌说的，我们单次跑步要长一点，要再快一点。
8月以前的跑量其实都只有200多公里然后单次的跑步的距离可能也就只有10公里到15公里不等的这样子的一个状况。那在听了博哥的这个建议之后我就去自己找了很多的理论跟依据。那最终，我也是得到了这个答案，就是如果你想要很快速的提升马拉松的这个成绩，那一定要把单次的跑步距离拉长一点，速度要拉快一点。因为像丹尼尔斯博士说的，马拉松训练实际上是一个疲劳训练，它所有的一切都是先让你积累疲劳之后训练你那30公里以后的可能会遇到的状况。那也因此，有些人的可能跑量一样是20公里一天，但是他可能分早上10公里、晚上10公里。那我认为这个训练的效果不如直接跑20公里来的更有效果。因为毕竟所有的疲劳都可能是在10公里甚至15公里以后才会产生，那之后的训练才是对你的马拉松的这个训练是更有效的。那第二个的话呢，是我一定会采用渐加速的方式进行训练，不管是轻松跑还是长距离，永远都会是用渐加速的方式。原因也很简单，越后面其实越疲劳，那用渐加速的方式可以让我们的身体得到最后的训练的这个时间得到更高的效率。另外的话，其实就是最重要的，我的评估自己的一个跑步跑量目标等等，以及跑步速度的一个标准，其实就是用了这个 Tenda 的这个马拉松的训练公式。其实大家可以在 Google 里面去搜索Tenda 就 Equation 的这个名字，就可以找到这个网页。它非常的简单，只要填入你的年龄以及你现在马拉松的成绩。其实第二步，现在马拉松成绩可填可不填了。那最重要的就是第三步，它要你填写这个周跑量，以及你每周跑步的平均配速。那这两个资讯，我目前是在我的马拉松世界的 APP 里是可以得到的。周跑量需要简单换算一下，那平均配速是在马拉松世界的 APP 里面本来就有。我目前没有找到第二个软体是有这样子的一个平均配速的每周平均配速的这样子的一个功能，所以如果大家有的话，也可以在下面跟我留言，我也可以去试试看那个软体。那目前我是用马拉松世界。那也可以看到我现在的周跑量大概会是维持在131公里。那我现在的每周的平均配速是4分37秒，因此用这样的公式给我推算，我现在的马拉松预期的完赛时间是2小时48分21秒。也正因为如此，我下一场比赛就会预设是2小时48分这样子的一个目标去进行比赛。这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基准，就是我如果一个目标，假设我的目标是破3，那么我到底每周要跑多少？我平均配速要到什么样子的一个概念，才是可能可以达到破3的这个标准？那我觉得这是贯穿着我整个训练过程中非常重要的一个网站跟一个公式，那也分享给大家。再看右边的部分是我整个台北马前11月的训练内容，大家也可以看到是全部都贯穿我说的要跑快一点、跑长一点这样子的一个过程。我最多的一个礼拜是跑了153.9公里的这样子的一个公里数，那可以看到几乎每一天都是有一个半马，甚至超过半马这样子的一个跑量。那我觉得那一个礼拜的这个训练对我的整个台北马的训练是非常的重要的。大家可以看到，我整个月的跑量是11月的跑量是557公里。那在这557公里当中，实际上不乏21公里以上的跑步，不是说我只有在周末的长距离日才跑21公里以上，是我只要有时间，尽量的都是跑20公里以上。那也正因为说我追求的目标是尽量每次都跑快一点、长一点，所以实际上，如果我是以4分30或4分40的配速跑完一个半马的话，那也只需要1小时40分钟左右的时间。那在我目前的这个训练的时间里面是来得及的。
这也是我觉得为什么一定要每次的训练都长一点、快一点的一个原因。好，那下一个重点，实际上就是用双乳酸阈值的训练取代节奏跑。我在8月前，非常的多跑节奏跑，原因就是也是有很多的跑友跟前辈有跟我说，节奏跑是非常关键的这样子的一个训练。但是节奏跑对于我而言，也可能只是对于我个人而言，实在是太痛苦了。每次都要跑10K 以上，甚至有时候跑到14、16K，那接近乳酸阈值的配速。那每次跑完之后，我都是精疲力尽。第二天还有很多的工作要去做，然后也不可能第二天有训练。因此我没有办法每次都跑节奏跑。那当后来看到了较大的影片之后，他有一个影片非常完整的分享他对于双乳酸阈值的这样子的一个理解以及训练的方式，那我也就借鉴过来，只是我做了一些小小的调整，就是我的双乳酸阈值不是说一定要隔天去做乳酸阈值的训练，也不是说早晚做双乳酸阈值的训练，而是说我的针对的乳酸阈值的这个部分不同。那分别是2K 针对的是 LT1 的训练，1K 针对的是 LT2 的训练。那我认为的话，LT1 的训练要远远大于 LT2 的训练，因为实际上我在10月之后很少进行1K 的训练。那大多数其实都是有时间都会是做 LT1，也就是说2K 的这个训练。那对我而言，我的亲身经历就是，我觉得恢复比较快，然后过程呢也不会那么痛苦，而且每一次我都看到了提升的效果，比我在训练 LT2，就是用1K 的方式训练的那个效果要更好。OK，那也是简单分享一下我这边训练的一个过程。那其实细节大家可以去看较大的影片。那我这边的话也是模拟它的这个训练方式。那我是10K 跑8趟，中间是200米的环跑。那这个主要目的是训练 LT2。那我的心率主要是我的训练的一个管控标准。我整个的心率会控制在Z4 的下限到 Z5。如果一开始你是不了解自己的这个心率状况的，那当然可以完全参考较大的这个建议，从半马配，然后慢慢的渐加速，跑到比10K PB 快一点点的这样子的一个速度。呃，最重要的训练 LT1 的训练，我认为就是2K 4趟，然后再加500米环跑的这样子的一个训练，这是我每个礼拜必须会做的训练。我会哪怕跳过长距离，这个训练我也都会做，因此我认为相当重要。我的心率控制是会从Z3 到 Z4 的下限，不会再更高了。那如果你一开始不了解自己的一个配速状况的话，也是一样，可以从全马配慢慢的加到比你的10K PB 慢一点点的这样的一个速度。好，那下面2张图就是我当时训练的整个过程的一个图，那也可以跟大家分享。好，接下来是长距离的训练。那长距离训练在马拉松训练当中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训练，但是我其实很少跑 LSD，很少跑，我的长距离基本上都是渐加速，而且是会加速到比我的马拉松配速快5到10秒的这样子的一个过程。因此我的长距离是这样子规划的。第一个的话呢，我的距离一定是大于25K，一般的话还是会接一个5到6K 的环跑，因此我的长距离会在30K 以上。那它主要的目的其实就是为了让身体适应长时间的运动，以及在积累了15K 的疲劳以后，我可以自己有更多的一个速度跟疲劳感去撑后面的10公里。那总体时间我还是会小于2.5个小时，因为这个对身体的负担真的太大了。整体的配速我都会是采用渐加速的这样子的一个策略，然后将长距离分段跑，每5公里一个配速。第一个是可以训练配速的体感，第二个的话呢，也是可以慢慢的增加自己身体的疲劳，让永远自己的训练目的都是在马拉松最后30K 以后的这样子的一个训练状况。那最后我一定会加到比自己的马配快5到10秒，然后坚持5到10K。
也就是可以大家理解我的可能节奏跑就已经在我的长距离里面跑完了。第三个的话呢，就是我会在整个的10K 以后去训练我的补给策略，我会是用接近比赛的补给策略去补给这10K 以后的这15到20K 的这样子的一个距离。那因为大家知道，实际上马拉松的为了快速的跑完整场马拉松，最后实际上都是冲完的。如果最后跑到爆掉，或者说是跑到掉速，那其实是一个非常痛苦的。所以我整个的目标都是我要全程冲完我的马拉松比赛，因此我后半程的能量是不能掉的。那补给策略就非常的重要，那这也是在我的长距离中会做对应的训练。那右边这张图实际上就是我在12月底的时候的一次25K 的马拉松的长距离训练。大家可以看到，我一开始从4分30左右的配速，然后慢慢加，其实加到17K 左右、18K 的时候，就已经是我的马拉松配速4分左右的配速了。因为我目标是设定跑到25K 嘛，所以我就果断的把配速再提了5秒到10秒出来，甚至是在最后3公里又提升到了3分44跟3分45这样子的一个配速，目的都是为了让身体在最后的15公里后的这10公里是感受更快的速度跟疲劳感，然后以及训练自己的补给策略。好，这点其实我也是觉得非常重要的。我的轻松跑跟恢复跑不是为了把它当成的堆跑量，其实是都有非常明确的目的。恢复跑的话，如果我前一天的训练或是前一阵子的训练都是非常的疲劳的，那我可能会用恢复跑的方式去跑小于1小时、大于30分钟的这样子的一个1区的跑步。主要就是为了缓解肌肉的酸痛，让身体得到恢复。但是如果我的体感真的是非常非常的累，我会直接跳过恢复跑，我会直接休息。对，那只有当体感说好像可跑可不跑又很疲惫的状况下，我就会采用恢复跑，用这样的方式去训练恢复，让我觉得会是非常快速的。那第二个的话是轻松跑，我觉得轻松跑是仅次于乳酸阈值训练的第二重要的这个跑步。第一个是因为它实际上占据了我们整个马拉松训练可能50%以上的时间。第二个的话，我觉得它在训练我们整个的撞墙期的这样子的一个过程是非常有效的。因此，我在我的轻松跑里面都有明确的几个自己设定的要求。第一个的话呢，就是我一定是用空腹有氧的方式去跑我的轻松跑，因为我现在都是晨训，所以我一定是起床之后就喝一杯水或者是黑咖啡，就开始去轻松跑了。那第二个的话呢，强度的控制一般都会在1到2区，最多会是在慢慢渐加速到最后那1、2K 的时候，可能会冲到一点点的3区，那是很少很少的状况。第三个的话是时间，我一定会大于70分钟，如果有时间我会更长。就如果是我要跑一个半马，那有可能是1小时30分或1小时40分这样子的时间。其实主要的目的就是我要靠轻松跑，是前面的半小时或是1小时，要把身体里面的糖原全部耗完，让我的身体开始感受到糖原耗尽之后的疲惫感跟撞墙感，然后调动起身体去分解脂肪的这样子的一个能力。所以我的轻松跑一定会跑到这样子的一个体感，才算是达到效果。不然的话，我觉得轻松跑的意义可能就没有到很大。甚至有时候我在跑轻松跑前一天的晚上会控制碳水，会刻意的让我的肝糖的量会很低，然后第二天其实可能在10分钟、20分钟，最多半个小时的时候，就已经感觉到整个撞墙，累到快死掉那种感觉。但是这才是我觉得会训练会比较有效果的一个时期。那在后面的每10分钟或20分钟，甚至每1分钟，对于你整个身体代谢脂肪能力的这个训练都是非常重要的。那这也是我认为我在2场全马中都没有后半程爆掉或是遇到撞墙期的很重要的原因。
好，下一个就是我认为蛮重要的，就是晨训。我其实在8月以前都还是在晚上训练的，是在8月之后才改成晨训。原因其实很简单，在经过了这几个月的训练之后啊，就是发现跟家人相处的时间越来越少了。然后另外晚上的话，又有很多的就是车辆以及污染等等的问题，都会让人觉得不是很舒服。因此后来我改成了晨训。有很多优势啦。第一个的话，其实蛮容易适应比赛时间的比如说我早上4点多起床，5点出门，那这也是很多比赛开始的时间或是集合的时间。那另外一个的话是早上其实车辆比较少，更安静、更安全，在整个训练的过程中也可以更专注。最重要的，我觉得是不会耽误跟家人相处的时间，他们那个时候可能还在睡觉跟休息。我前一天晚上还是可以陪家人，到了第二天早上，那这就是我完全自己的时间。那当然跟训练有关的，就是只有晨训可以有空腹有氧这样子的训练效果。如果我是夜跑的话，我没有办法有空腹有氧去训练我的脂肪代谢能力这样子的一个效果。哦，下一个是我觉得临近比赛才需要做的训练，但我其实基本上都一直坚持着。就是我越接近比赛，会越少在田径场训练，甚至是比赛前2周内我都不会去田径场。原因也很简单，因为它的TPU 的这个跑道啊，跟柏油路或水泥路跟石柏路的那个踩的感觉是完全不同的。那我自己的体感上是配速会差10到20秒，配速的落差，这会让我失去对配速控制的能力。那第三个的话是，其实因为我们都是路跑，有非常多不同的路面状况，不管是有石头啊，那个斜坡啊、缓升啊、缓降啊等等的这些状况，都是我们应该在马拉松训练的过程当中去适应的。一味的在田径场去跑的话，会完全没有这些训练的这个效果。那最后一个，我是觉得，因为碳板鞋，我自己在穿碳板鞋的时候，如果我一样去田径场跑道跑的话，我会遇到说我的力量被田径场的跑道跟我的碳板中间的中底吸收的这个状况，因此我没有办法很充足的发挥我整个碳板的鞋子的这个效能。那另外一个的话，也是因为有这样子的一个回弹，我的脚底的强韧度的训练是没有办法在田径场得到非常强韧的这个训练的，因为它一定的缓冲会让我们的脚底跟骨骼跟关节之间得到一些保护跟缓震。但是如果你直接是踩在不管是水泥路或柏油路上，整个的过程会是每一步都会是疼痛的。每一步都会是训练我们的脚底的关节跟肌肉的。那下面进入到我认为其实是最重要的一个部分。因为我发现周围的跑友跟朋友好像都常常忽略掉恢复跟饮食对于训练的重要性。大家常常都在讨论课表，但实际上大家都没有在讨论如何让身体可以快速恢复。因为大家也可以看到，我自己可以跑量堆到557公里一个月，但是我没有受伤。这中间我觉得，我自认为在恢复的这个部分上面，以及在饮食的这个部分上面起了非常大的一个作用。好，那我逐步的一个个来跟大家说明。第一个就是 BMI，体重对于跑步的效率还是有非常大的一个关系的。我原本在66、67公斤的时候，我每迈一步，其实我都觉得蛮辛苦的。然后那时候也是我受伤最多的时候。当我把我的体重瘦下来，降低到60公斤左右，那就是20 BMI 出头一点点的时候，那我觉得，我对自己脚的这样子的一个压力是变小了很多，让我可以有更多的恢复。那这也是一个想要马拉松比赛的成绩有比较好的这样子的一个目的的话，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因素。那第二个就是蛋白质的补充一定要足够。非常多的朋友其实在
饮食的过程当中，因为跑步其实消耗很多热量嘛，大家都会去蛮放开去吃的。但是我实际上在看到大家饮食的时候，我会是蛮担忧的。大家都是碳水跟脂肪过量，反而是蛋白质不够。这也是很多 YouTuber 都有讲过的这样子的一个内容，希望是可以在每公斤体重1.5到2克的蛋白质的每天的这个摄取量。所以如果像是我是60公斤左右，那我每餐我一定要摄取30克以上的蛋白质才是足够的，这样才可以能够真正的帮助身体得到恢复。那第三个实际上我是认为是一个催化剂，也是每天我必不可少的这样子的一个元素，那就是 Vitamin C。它有非常非常多很好的一个功能，比如说我们跑步在长时间消耗之后，可能会有一些可能会有感冒的症状啊，或是免疫力下降的症状啊，那 Vitamin C 很好的可以帮我们抵御这一些我们的缺陷。那另外，它实际上是可以促进胶原蛋白的吸收。这个胶原蛋白好像大家都没有听到过跟跑步有什么关系，但实际上我们的软骨、我们的跟腱、我们的肌肉、我们的骨骼里面都含有非常非常多的胶原蛋白。胶原蛋白可以让我们整个跑步的过程当中的强韧度，肌肉的强韧度、关节的强韧度以及润滑度都会得到非常好的改善。那 Vitamin C 可以非常大的帮助我们胶原蛋白的吸收。那如果有吃 Vitamin C 的话，它的吸收率可以达到比没有吸收的30%以上更好。那如果是要这样子吃胶原蛋白的话，建议5到10克一天就够了。那另外一个的话是很重要的，就是说 Vitamin C 其实是可以促进我们身体对铁质的吸收。那铁实际上在血红细胞运输我们身体氧气的过程当中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元素。那我们既然是做有氧运动，那铁运送氧气，那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这个因素了。因此，Vitamin C 对我们的身体非常重要。我非常建议大家每天至少服用500 mg 以上的这样子的一个 Vitamin C 的含量。好，那第四就是我其实强度课也蛮多的，就比如说周末的长距离对于我而言就是强度课，然后我中间的对于 LT1 的2K 的长间歇也是强度课，那我有时候还会跑1K 的长间歇，那也是强度课。我基本上每一次的强度课之后，都会用运动饮料搭配20到30克的乳清蛋白去做营养的补充，那迅速的帮助我们的肌肉修复，一定要在30分钟之内就要补充，这样子的话才可以让你的肌肉是可以得到快速补充的。原因也很简单，因为我们是在做高强度的有氧运动，当我们的糖原耗尽，当我们的脂肪来不及提供能量的时候，我们身体就会开始消耗我们的肌肉。那当消耗掉一部分的肌肉的时候，我们要赶快的让我们的身体去合成它、补充它。这也是为什么我说恢复，其实我反而认为比前面的训练更重要的一个原因。没有这样子的恢复，我不认为我可以达到前面这样子的一个训练量跟训练强度。好，最后就是比赛了。比赛是我自己觉得比赛当中最重要的2点，那当然也是跟补给有关。第一个的话就是碳水超补，我一定会在全马比赛前3天转换成纯碳水的饮食。有一些碳水超补是70%碳水或80%碳水等等的，那我几乎是纯碳水。我是会吃面条、卤肉饭、荞麦面等等。就是纯碳水的这样子的一个饮食。那饮食的量的话，我就是因为我是60公斤，所以我会抓480克的碳水。那转换一下的话，大概就是8小碗的米饭。所以我说早上就吃2个到3个的白馒头或者是黑糖馒头，中午吃3碗到4碗的卤肉饭，晚上再吃3碗到4碗的卤肉饭。这是一个会吃到吐的过程，但是我认为这个对于我后半程不会掉速，还是有源源不断的糖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因素。第二个呢，我觉得是在整个比赛过程当中的补给是一定要到位的。
我目前2场全马比赛还没有遇到过后半程会力竭撞墙掉速的状况。就是我其实会准备非常非常多的果胶，在比赛前我就会吃大果胶跟小果胶，然后在比赛中的话是7.5跟15K，我会各吃一条小果胶，那这一条果胶大概都是30到40克左右的碳水。那但是到20K 以后，我会每5K 就吃一条小果胶，我会一路吃到40K，所以我身上其实开起跑之后，我会带7条果胶。其实有这样子的一个原因，其实我要感谢福哥给我的一个提醒，因为他一直说我们一直很注重补给，然后但是我们其实前半程的能量，身体里面的能量是足够的。那为什么我们前半程补给的频率跟后半程补给的频率是一样的？哎，我受到了他的启发，才开始把后半程的补给频率变得更加频繁。这也是我觉得可能是我没有遇到撞墙期的一个原因，也跟大家分享。OK，以上啰啰嗦嗦很久的时间，祝大家可以早日破三，达成 BQ。也欢迎看到这边的大家订阅我的频道。那如果想要了解我其他的一些经验跟经历的话，也欢迎在下面留言跟我分享，我会尽量做影片跟大家分享。谢谢大家。